一位粉丝私信我，给他挖鱼塘，详谈了各种挖鱼塘的细节。然而，正当我询问何时动工之际，却了无音讯。本以为此事就此作罢，岂料2年后，他竟再次联系我，邀我前来挖鱼塘。我心沉一日，以为他又只是随便说说而已，没有理会。但他随即发来地址，说我在此等候。我点开一看，发现距离我家不远，便驱车前往。来了之后，发现他真的没有忽悠我，而且是个大工程、大鱼塘，并且施工难度较高，还不怎么好搞。鱼塘四周都是他人的油菜地，堆泥巴的地方就旁边角落里面有块地。本想给他用金包银的方法，给他堤坝上面堆点泥巴，但是堤坝实在是太窄了，根本就做不了。最终还是决定牺牲鱼塘的一部分面积来堆放泥巴，毕竟鱼塘太浅，无法养鱼蓄水，就算再大的面积也无用武之地。既然一切都说清楚讲明白，那我们就拖挖机过来开搞。在我们诉说的这段时间，上方堆泥巴的地方四周已经做好了挡泥给，我也开到了鱼塘里面，把一臂能够挖得到的泥巴挖上去。太软的我们就先不转了，等好朋友的挖机来了一起弄。能挖得到的泥巴挖完，好朋友也还没有来，我就先去里面把鱼塘裁剪一部分，做一个堆泥巴的地方。开进来之后，先把表面一层不干不湿的泥巴甩到里面去，甩出一条道，再用底下的干土一层一层的拍起来，这样堆泥梗才稳当。才刚完成一部分挡泥墙，好朋友就开着挖机来相助。我们无需多言，彼此心领神会，开始配合转泥巴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鱼塘上方堆泥巴的地方就已无处可容，好朋友便上去将泥巴往里转一下，我则开到鱼塘前方将泥巴往后转。我们2个就按照这个节奏来来回回，反反复复，将泥巴从这边转到那边。角落里的泥巴堆得差不多了，我便不再往这边转泥巴，让好朋友自行将泥巴堆满后平整一下。待泥土干燥后，同样可以种植，且土质更为肥沃。我则继续完成鱼塘内的挡泥墙。再三强调，修筑挡泥墙的时候，一定要一层一层的拍打紧实，以免堆得太多，承受不住而垮塌，那就真的白搞了。挡泥墙完成之后，我们再把旁边的坡使劲拍打紧实，使其更为牢固美观。好朋友完成泥巴平整工作后，下来把一开始甩泥巴的地方下面的高坎修补平整。2人各自完成手上的工作后，就可以继续一起玩泥巴，将泥巴往堆泥坑里面堆。他从外面转过来，我则把泥巴往里甩。时光荏苒，如白驹过隙。经过我们来来回回、反反复复的努力，堆泥坑中的泥巴也所堆的差不多，但鱼塘内的泥巴仍有不少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虽然起初东家表示挖不完就算了，但看着已挖绝大半的泥巴不出完，心里总是觉得不痛快。最后没办法，我们与上方一块油菜地的主人商量后，用了点超能力，获得了他的同意，可在此堆放一些泥巴。我把上去的路修整一下，把挖机开上来。上来之后，这块地的主人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留给他外面一小块油菜，到时候自己打点油吃。为了防止泥巴流过去，在旁边给他做一条挡泥给。做完之后，我们就站在上面把泥巴转上来，好朋友则从软处把泥巴甩到边上。当泥巴堆积较多时，把挖机开到里面，再将泥巴扫一扫，弄平整。到时候泥巴干燥后，与原本的田地并无差异，只是填了一层泥巴，使田地更加肥沃。到时候种植的油菜，那定然是收成极好。时光荏苒，如白驹过隙。现在鱼塘内的泥巴基本清理完毕，我们开始整修堤坝。由于堤坝年久失修，破损严重，人走过去都怕掉到鱼塘里面去。我们先切掉部分老堤坝，然后来来回回反复的碾压多次，以防止它漏水。东家希望新筑的堤坝宽度能够达到2.5米，但我在碾压底部时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。我在反复压的时候，发现底部压着压着就变软了。如果上面搞太宽，堆积的土太多，
可能会导致堤坝下沉开裂。如果把底部软土重新挖开，再填硬土，又太耗费时间。我估计应该是土质的问题，类似于沙土，长期浸水，底部已被泡软。我给粉丝的建议是，上面无需太宽，坡度大一点，这样上面的压力小，坡度大也不容易被水冲垮。我站在堤坝上，一层一层的拍打过来，好朋友则挖鱼塘中间的硬土转过来，我们就这样配合默契，堤坝逐渐成型。堤坝完工后，我对坡面进行精心拍打，坡面较长，先从上面拍打过去，再从下面拍打过来。好朋友则把鱼塘底部坑洼处和散落过去的泥巴清扫平整，不弄平整的话，以后不好网鱼。整个堤坝的坡面拍打牢固后，我也和好朋友一样，把鱼塘里面的泥巴坑洼处清扫平整。鱼塘面积实在是太大，深度着实增加了不少。一路清扫平整，然后爬上来，把上来的地方修整一下，拍打平整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前后对比。经过我们两个的精心操作和挖掘，鱼塘已泛软一些，不再是当初那个又浅又垮的模样。如今的鱼塘加深了，堤坝也修整得美观漂亮。总共花费15000，你们觉得如此大的鱼塘是否值得？搞完收工，就很棒。